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land的频道。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去讲甲骨文云了，我是甲骨文云出道的，做的第一款 VPS 的视频呢，就是甲骨文云。21年的年底12月份左右白嫖到的。国内的招商银行的 Visa 全币种的信用卡，也是巧合做出来以后，我的频道的那个转型就立刻进行了。做了大概10好几期的关于甲骨文云的，这个视频都已经2年前了。最近的一次注册成功新加坡的那个机器的时候，做了 N 多期，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播放列表。然后日常 ABC 又是什么？什么是开机脚本？怎么升级你的甲骨文云账号？怎么全面调优你每一次开启的这个新的服务器？防御啊，进行性能优化呀，这些都会讲到。失联了啊，该如何去救援？我们的2步验证啊，因为很多小伙伴用官方自己的这种验证器的话，如果你换手机，很容易出现我们这个账号就废掉了，登不上去了，验证码输入不了，所以我们解绑转到这个谷歌验证器。这7天如果不活跃，可能要把你的机器实力收回等等这一系列的。其实呢，这么多年看下来，甲骨文云这个7天这个机制咱们一直是个谜。一般来讲，我如果放在那儿不用的话也问题不大，所以也没有收回的这种情况啊。还有如何去重装各类的Linux 的出的 ARM， 就是这个煎饼大佬给我们推出的这个 DD Windows 11的这个脚本啊，我们也用上了，以及我早期的这些节目，然后我们记录了1个月、2个月、半年。然后以及我有一些账号封号又封号的一个经历，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已经很陈旧了，所以会有今天这期节目的诞生。因为有很多小伙伴会说，现在甲骨文云的界面都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你现在老的这些教程可能会有一些过时。那我们今天从头来跟大家再讲一下，我们如何去创建一台云服务器，为这台云服务器做调优、做使用。首先我随便找一台机器，我这边呢是采用印度的账号，我这个印度账号还在，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登录一下这个账号，在导航点科技land.pro 这个网站啊，我们可以找到甲骨文云永久免费的这个导航地址，点击就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那我们直接点击登录，这个就是我的账号名，输入你的电子邮箱还有你的密码，谷歌验证器，然后2步验证码。所以走谷歌的话是为什么？是因为它可以同步在你的账号机进行同步，就是你换手机了，我依然能把你的验证信息也都给保留下来啊，这样的就可以登录进去了。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比我们早些年要大的很多。我们这边依然是免费计划的账户，所以就是不会扣费的。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点击升级，是拿你现有的这个外币信用卡，然后进行升级，600多的新加坡币去验证，然后会返还给你的。这块有3个杠啊，点开，然后这块有一个计算。这边有个实例，有些界面的风格可能更像是一些云服务器大厂效仿学习啊，谷歌云、亚马逊云、微软云，其实慢慢的都会很同质化了。然后可以看到我现在有2台机器，一台机器是我早些年间开的一台 ARM 的机器，然后是4和24G 的内存，开启时间是2022年9月份，是很老很老的，基本上我开了也就没怎么用。这个呢25年11月22日就是我今天才开的。那我们把这台机器删掉，这台是 AMD 的机器，我们就拿 AMD 机器来做测试。因为像印度目前 AMD 机器是可以开出来的，有一些区域，比方说一些热门区域的话， AMD 机器都是非常紧俏的。这块呢点击终止，把引导卷也给终止掉，然后我确认终止啊，右下角有个终止按钮，点开。这一步我们实例已经终止掉了，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已完成的状态，下面呢就可以关闭。那目前它依然是会存在，并且告知你已终止，这个大家不需要管，明天它自动就会消失，就是24小时以后它就自己就消失掉了。我们这边只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实例啊，这是创建新的服务器的意思。然后我们位置呢就不要动，这个我们就用 Oracle 的这个最新的 Linux 9。甲骨文云的 Linux 发行版啊，也是很多企业都会再去使用的。记住这个 E2.1 这个是免费的，可以看到符合免费计划的啊，然后你也保持默认不要动。
下面呢，我们就一步一步跟着向导，也可以保持默认，其实大部分都可以保持默认。下面是 SSH 密钥，我们下载这个私钥就行了啊，右上角就会显示出来。做一个引导卷，引导卷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系统盘，然后它默认的空间大小就是47个 G。你的账号里总共所有开的这种机器里头加起来不要超过200个 G， 那所以我开一个47个 G 也没有任何问题。依然下一步，这块呢是基础信息让你去确认的，点击创建，然后它就开始创建一个新的实例给到我们。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创建的实例已经完成了，并且完成百分比是100%。OK， 那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实例这边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又创建了一个实例，并且给我们了一个公网 IPv4 的地址。如果这个 IPv4 的地址，如果你访问的话拼不通或者怎么样，那可能就是防火墙的问题啊。我们来进一步确认一下这个问题。那我们再开始菜单 CMD 啊，我这边呢是能开启的，它的延迟因为它是在印度，所以是300P 左右，就是比较高的。好，如果小伙伴呢拼不通的话，你可以点进去，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有个网络这个地方有个子网，点开，然后这块有个安全，我们看一下，然后把这个点开，安全规则点开。入站的话，我默认是 IPv4 所有的流量进行一个放行。如果你刚拿到甲骨文云的这个账号，那可能这边的规则有点不太一样啊，你把所有的全部删掉啊，这边全部删掉，创建一个入站规则，就创建一个就行了，开放所有，这个是未来以后一劳永逸的。我们这边呢就填0.0.0.0/0这样的，然后这边 TCP 呢调成所有协议，对，可以写全部放行，然后右侧点击添加入站规则，那这个入站规则就已经加好了，它是全协议的，那所以你在这个命令提示符这个窗口去使用，你就能拼通了。拼通以后呢，我们就继续从这个3个点，然后计算回到实例这边来，然后我们点开进入，那我们把这个 IP 然后在 SSH 连接工具里头，然后去连接这台服务器。那我这边依然使用的 Telemuse，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新的服务器连接，把 IP 输入进来，写一个名字啊，它这是这个备注类似。然后下面呢就是22号这个端口，我们这边不是 root， 很多大厂呢它都不是 root。初始 OPC 就是 Oracle Linux 用的这种普通用户名，然后密码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密码，刚才我们不是下载了一个公钥和私钥文件嘛，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key， 然后我们添加 key， 然后我们在这边起个名字 AMD 这样的。好，我们在这边把我们的私钥填进来，然后这个是我们下载的 key 啊，我们就用这个，我们双击打开它，然后使用 VS Code 打开啊，把这一串复制一下，然后粘贴到这边来，点击保存，然后向下滑动，点击连接就行了。第一次连接我们需要确认 OPC 的这个账户连接到了印度的 AMD 的机器，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速度。如果你不是普通用户的话，一定要这样操作一下，空格杠 I 给它提权，你可以看到这边变成 root 了，提权成功就变成 root 了，这边也就变成井号了，拥有了这台云服务器的最高权限。运行一下科技LAN的脚本，我们做一下基本的设置和调优，因为用密钥登录相对来说安全，但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方便啊，所以这个取决于大家。那你就在浏览器输入科技LAN.sh 这样的一个网址，这个命令复制一下，它是一个百宝箱，里头什么东西都有，复制进来回车，这时候我们许可一下选择 Y， 打开了。那我们进入13以后呢，我一般喜欢这个重装系统，重装一个纯净的系统，因为甲骨文云呢它会带一些7788的监控啊，甲骨文云自带的一些组件，我们这边呢就选择8，重装一个纯净系统，我就选择大变13啊，这个大家都比较能接受的，选择1，回车，设置一个密码，然后设置一个确认密码，这样的话它会重新安装这个系统。
就是说即使你在甲骨文云后台使用的是 Oracle Linux， 我们也能把它重装成一个 Debian 或者乌班图或者任何的 Linux 发行版，机器就会重启，大概会等个15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页面呢，你就可以尝试去登录了，它应该是已经可以有连通性的这个状态了。重装时候输入的密码，然后点击。那现在呢，大家似乎看到的好像特别明确，因为它现在是为我们做了一个可以看到你安装进度的窗口，从上面复制到下面来，输入这行命令，你就可以看到当前系统安装的一个情况啊，实时的安装好以后呢，它还会断连。好了，我们再次遇到这样的一个页面，就表明我们已经滴滴成功了。我们点击这个，不用再重新输入密码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输过了。这样呢，我们就能正常的去连接到这台机器了。Ctrl+L， 页面清干净，这边空空如也。我们依然要运行科技烂的这个脚本，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脚本呢，基本上不太会操作了。然后我们会发现它现在缺少这个 CURL， 我们需要 apt Debian 系统使用的这个安装软件用的，然后 install-y 就是默认允许 CURL。我们缺这个，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要装这个，就这。这边呢就正在进行安装，这个是一个下载工具，如果没有它的话，脚本也下载不下来，你很多脚本都下载不下来，因为这个Debian呢还是比较纯净的。先用这个命令先装一下，因为我这边是依赖这个，看到了吗？再运行，发现就可以用了。你现在选择1，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变成Debian 13了。这个是 AMD 的机器，性能应该还不错，是 2.0G 的墨屏，它是1G 的内存，46G、47G 的硬盘，就是在印度进行一下优化，直接13，直接66，无脑优化，一条龙系统调优。它会做的什么事情呢？它会优化你的系统源，更新到最新，清理系统垃圾，然后给你虚拟内存设置1G， SSH 端口改成5522，防止人家暴力破解你22这个端口，自动开启 FidoBAN 的 SSH 防御功能，开启所有端口是为了前期去部署一些应用，不至于连接不上、连接不通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开启 BBR 加速，时区调整到上海，给你 DNS 做一些优化。如果你是海外的话，我们就是 1.1.1 8.8.8， 国内的话我们就是阿里 DNS 服务器。这样的会帮助你去解析一些域名的速度会变得更快，将网络变成 IPv4 优选。因为有一些小伙伴如果你有 IPv6 的话也会比较麻烦，有可能在 Linux 环境下载一些资源的话就会卡死，也都是经验之谈。然后我们去安装必要的组件 Docker、wget 还有 sudo 解压的、监控的、文本编辑软件， Linux 的内核参数调整成均衡模式，所以我们一套命令选择 Y 就可以搞定。它就现在开始给我们更换系统源，然后开始给我们更新系统。这边呢是安装 FidoBAN， 这样就设置好了。然后呢我们又新起一个链接，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 SSH 的端口号已经变成5522了，那我们这边默认我们就不能是22了，5522这样的，点击登录，我们新的 SSH 端口也可以正常访问了。我们选择 K 直接可以进入脚本了，然后选择13，选择22 SSH 防御程序。这边已经看到它已安装，然后我们选择2，看一下它拦截的情况。目前呢有8次尝试，那目前没有封禁 IP， 因为我们已经换到高位的 SSH 端口，暴力破解的概率又会大大减小。如果你对这个服务器的性能、网络状态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可以选择8，然后你可以做一些系统性的体检。我一般呢会使用2，查一下流媒体解锁状态，然后使用4，查一下 IP 纯净度，使用11，查一下3网的路由情况，使用16，查一下线路的基本情况，使用18，查询更详细的每个省的延迟情况，会用这个21硬盘 CPU 的情况，还有31也是查询硬盘的一个指标还有3网的一个测速，它属于综合性的一个脚本。好了，这就是基本上
甲骨文云，从你开机设置好，然后调优完以后的一个状态，就可以去拿它做一些业务，你可以自己感兴趣的搭一些面板，搭一些 Docker， 你都是可以去这么去做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小伙伴说我这个 IP 可不可以去换？甲骨文云它这边呢是会提供一个免费换 IP 的功能的，以前是有的，现在呢很多小伙伴是找不见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这边你可以搜索预选 IP 这边有个预留公共 IP， 你可以点开一下，不用进入复杂的页面去查询预留 IP， 我们现在预留了一个这个 IP， 然后我们可以再设置一个，然后我们试一下预留 IP 设置一下，它好像只允许预留一个 IP 吧，那我们先取消，我把这个 IP 释放了终止收回，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新的，行不行？这样可以了。它好像有一个账号只能预选一个 IP， 预选好的 IP 我们怎么绑定到我们的云服务器上呢？网络我还是觉得应该在网络这个地方，创建 VNIC， 点开 IP 管理在这里。然后目前的话，我们用的是临时 IP， 看到了吗？68打头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切换。然后我们这边编辑公网 IP， 我们先把它释放掉，然后点击更新，现在就没有 IP 了，未分配了，然后再点击编辑这块呢，我们就用预留 IP，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是我刚才预留的 IP 更新，这样我们就把预留 IP 绑定上去了。那我们现在是新的这个 IP 地址，之前的这个 IP 我们就要换掉了，那我们把这个 IP 就直接换掉了，看到了吗？换掉其他东西都不用变，直接点击登录，第一次选择确定，我们用我们预留的 IP 登录到我们这台云服务器上了。甲骨文云呢这边就是免费让你去换 IP 的非常方便，但是你不能拥有太多的预留 IP， 它是有限制的，以前是没有限制的，现在呢可能管得比较严了。这是我们对甲骨文云新的 UI 界面如何去开启云服务器的一期教程。甲骨文云的控制台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那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